你好，喝杯水吧。谢谢，谢谢。周小姐，我们现在想为你录口供，你行不行？没事的，不用怕，我们一定会帮你。能不能告诉我，你知不知道是谁做的？是他，是邓仲勋，是他强奸了我，是他。哎，冷静一点，你先冷静一点。你说那个邓仲轩是不是八卦周刊叫他轩少的那个有钱公子啊？他今天不是举行豪门婚礼吗？周小姐，你把事情慢慢告诉我好吗？昨晚我们所有唱片公司的同事去兰桂坊那里玩，其实我跟邓仲轩不是很熟的。后来他就过来跟我们聊天，跟我们喝酒。我跟他喝了几杯，开始觉得有点醉，我就想回家。他就说要送我回家，我说不用他送，但是他说很顺路。那我看其他的同事玩得很开心，不想麻烦他们，所以我就和他上了计程车。当时我觉得头很痛，所以我就睡了一会儿。现在在哪儿啊？你还是告诉我你住哪儿好了。不知道。啊？司机，酒店，谢谢。后来我觉得好像有点不对劲儿，我很怕，但是他硬拉我进房间。去哪儿啊？放我下来，我要自己走啊！去哪儿啊？让我先开门啊！到了。你放下我！放下你，放下你！带我去找他们，我要找他们，找他们。我要回家。哎，你这么急干什么呀？我告诉你，我一直很喜欢你。不要！我很害怕，一直很想走，但是他抓住我的衣服，硬把衣服撕烂了。我一直在挣扎，但是没用，跟着我就晕了。当我醒过来的时候，就发现我已经被那个坏蛋。不用怕，不用怕，没事的。要不要休息一会儿？没事。结婚呢？邓先生，你吵翻了天也没有用啊！我跟你说过，我没强奸过艾米丽。你没做过的话呢，没人能冤枉你的。总之，没录完口供呢，你就不可以走。合作点好不好 ？OK， 有什么快点问，问完之后快点放我走。你跟艾米丽怎么认识的？在一个慈善演出上认识的，都差不多半年了。那晚我赞助她唱歌，跟着就在后台聊了几句。谢谢，邓先生，你事业成功还捐这么多钱给有需要的人，我们真的很谢谢你。这样好了，我们照张相吧。好啊。当时我看她那么漂亮，就跟她照相，之后再没跟她见面了。喂，阿 Sir， 你们问完没有？我真是无辜的。问完就告诉你了。你怎么解释昨晚跟艾米丽一起在酒吧和酒店出现？我也是昨晚才再见到她的。昨晚我跟一些朋友去酒吧，他们说庆祝我结婚嘛。哇，今天好激动啊！就是啊。哎，等一下，你们觉不觉得我们这里很素啊？是啊，这用说素的不得了。隔壁那些美女怎么样？哎，行啊，哎，真不错，真不错。就是我认识的，大家要不要过去沟通一下？嗨，我叫 Emily。跟着 Emily 主动跟我打招呼，我当然跟她聊天了。
你经常来这里玩？不是，其实今天我的师妹 Jenny 呢，她出大碟，同事就来为她庆祝咯。你挺照顾新人嘛。也不是的，大家同一间公司要互相照顾吗？做歌手压力是不是很大？我觉得压力一定有的，不过做好自己就行了。不过我那天看你在台上唱歌，唱得真不错。真的？谢谢你啊。其实我就快出新碟了，希望你到时候来支持我。一定会，到时候我一定会多叫朋友支持你捧你场。真的？谢谢。怎么都好了，希望到时候的销量会卖得满堂红。干杯 Cheers。 Cheers。 当时他不知道多热情，哇，越坐越近，整个人就贴过来了。本来我已经很避忌了，怎么说第二天要结婚嘛？不过他一直勾引我，我也没办法。之后他就说自己醉了，又怕有危险，问我能不能送他。外面那么多狗仔队，我当然不干了。不过他不停地求我，我呢，最后跟他一起坐计程车送他回家了。艾米丽，你醉成这个样子？是我真的有点醉了。不如你送我回去啊。干脆我叫你的朋友送你回家好吗？但是他们玩得很开心啊，你也不想妨碍他们了。这样好了，你送我。那，好。你站稳一点，小心。送他回家，怎么又去了酒店？我本来真打算送他回家的，但是他真的醉得连地址都说不出来嘛，那我只好叫司机送他去酒店了。在计程车里，他一头栽进我怀里。阿 Sir， 你相信我，是他主动引诱我的。之后在酒店，我真打算放弃他就走。是你搂着他不放是不是？艾米丽想挣扎想走，当然你不放过他，你还硬逼他。喂，阿 Sir， 你别冤枉我，我真的没做过。我要女人的话，何必在这时候搞？如果你没做过的话，为什么你刚才说谎话？就是在刚才，你刚才说到，他醉得连地址都说不出来的时候，你不自觉摸了一下鼻子，这个动作是表示你隐瞒了些事。还有，你说这句话的时候，你特意大声说出来，是表示你心虚，你有事要隐瞒。你的身体已经出卖了你。对，艾米丽本来是打算回家的，是我主动提出要送她去酒店的，这也不能怪我呀。当时她醉成那样，又那么热情，在车上又抱又亲。喂，你们是男人，应该明白了。司机，酒店谢谢。我看他那么热情，我就说，不如别回家，去酒店吧。阿 Sir， 我那么说也是因为怕你们说我好色会强奸他，我才会说谎的。其实整件事是你情我愿，我真的没做过，我真的没强奸他，你们相信我。行了。林太太，事情很快就会解决了，你相信我。哎呀，邓太太别再说了，本来我们就不想女儿嫁给你儿子，不过女儿喜欢，我们也没办法。现在发生这种事，可能是天意吧。哎，你迟到就是为了这本东西啊？哇，要不是我，你们能看到 Emily 的豪放史吗？哇，想不到这个 Emily 平时严密正经，原来这么豪放。你经验少，
我一看呢，就知道他淫荡。就是啊，还以为他很纯情呢。两个人贴贴脸是社交礼仪嘛，有什么特别的？哎，那倒是，我平时出去玩呢，也是又抱又亲的。你省省吧。更何况玩的疯，不代表可以被人强奸嘛，对不对？这么巧，在这个时候被人爆出这种负面的新闻出来，可能有人故意的，去查一查。OK， 我去跟。等等，干什么？没什么。干什么呀？闻到没有？喂，你干什么啊？是你干什么呀？喂，他喷杀虫水啊！什么杀虫水啊？名牌香水，很贵的。巧莹，天文台说今天只有13度，你干脆换条更短的裤子，外套也别穿了。是啊，巧莹，今天这么冷，你穿成这样，小心着凉啊！我还有件风衣，一会儿你先穿吧。哎，不用了 ，Madam。今晚兰桂坊 Ladies Night， 我想找机会钓个金龟婿。Sorry， 凭你啊！你干嘛用这种轻视的眼神看着我？本来呢，我也没打算这么快立下大志嫁个有钱人的。可是看见你这副德行，都想找个阔小姐，我才有这个胆子的。嚯，看你脑子进水了！喂，别这么说人家嘛。巧莹啊，你跟阿西不一样，你一个小女孩穿成这样去那种地方很危险的，万一碰到邓仲轩第二怎么办呢？后悔就晚了。Madam 啊，你好像很担心似的。既然你这么担心呢，你陪他去不就行了？好啊。既然你叫他 Madam， 下了班当然要照顾孩子。是啊，我也想去的，不过我儿子明天要默书。怎么样？是不是一会儿下班之后你去我家替我看儿子，那我就陪巧英去喽？就这么说定了。是不是真的？当然了，就说定了，我陪巧英去。啊？指望你呀，你可能更不安全。那倒是啊，可能我多喝了几杯呢，这不管多愁，是妞就行。你要安全是吧？找李贤，李贤最安全。神经病，他这种身高还穿着4寸高跟鞋，我怎么跟他在一块儿走？有病！哎，我有空，我去。杨 Sir， 你平常呢经常教我，这次让我教教你了。我的1点钟位置，衣服女人街的99块，短裤旺中209块，那学生最贵的呢是外套 NNX 299块，很显然不行啊，一个字，穷啊。当然了，旁边那个不一样了，豹纹那个光是外套就4000多块，连身裙 B&B 的2万块。手提包 Thomas 10万，一个字形容，酷。耍嘴皮子，追到手再说吧。你这么说就是小看我追不到了。去，看我表演吧。别乱来啊，姚 Sir， 你肯来我已经奇怪了。不过不要紧，你玩你的，我玩我的。你不会连女孩都不让我追吧？我不想你出去出丑啊！你看看他的坐姿，我管他怎么做呢，如果追到龙椅都能坐。他双腿打侧坐着，就是代表淑女型，不是开放那种。淑女正适合我啊。变态。还有啊，他没到处电人，就是说他不是来找男人，他一直看着门口，很显然一定是等男朋友。那差点出糗了，要不是姚 Sir 拉着你，龙你就没你份儿了，坐轮椅吧。光看行头啊，你随时死了都不知道怎么回事。姚 Sir， 你的大恩大德，小弟莫世难忘啊！今晚该你请客，请你的大头啊，我谁都请，就是不请你。去了不起啊！那他呢？来交朋友的。这个，他哪低调啊？你没闻到他那股香水味吗？那又怎么样啊？你看看他，他已经在那个男孩子旁边转了3次，他想用香水吸引那个男孩。那个男孩会扭过头去看他，跟着，他知道成功了。那神探，这就叫神探了，连来酒吧都用观人技术啊！于娱乐于工作，那考考你们，
为什么女人用香水，男人会喷古龙水呢？很简单，香啊。那只对一半，这是动物的天性，好像麝香那样。那些公鹿呢，会散发一些麝香来吸引异性。刘 Sir 看什么？有新妞了。你看那两个。中间那两个好像不合适的，不太喜欢对方啊。他的脸比你刚才还臭。喂，你够了吧？不喜欢对方就别出来玩嘛，这样根本不开心。不是表面看的那么简单的。好刺激啊！他们舌吻啊！你怎么知道他们有一腿的？都说了，凡事不能看表面，要细心观察的。他们刚才呢，用脚在下面不停地蹭对方，表面不说话，其实呢是不想让另一半知道，所以他的脚呢在下面晃来晃去的。偶像啊，学学吧，偶像啊！对啊，凡事都不应该看表面的。Hello， 大家好。其实呢，杨总，你在这儿啊？唱一些浪漫。原来你在看 Emily 以前的片子。这次呢，我会有你们先坐下。尝试会唱一些有激情的歌，而且还我发现我们忽略了一些东西。忽略了什么？在我的风格上有。这段是 Emily 以前的访问片段，大家注意她的双腿怎么站的。站得很直，很保护自己。我看过很多 Emily 的访问片段，她的腿都是合起来站的，很不放松。记不记得我以前跟你们说过，就是当你很放松、很有安全感的时候，双腿是怎么站的？交叉腿。对，那还有，你们看看这个，是他接受电视台访问的时候的片段。因为之前呢，在流行榜的成绩都很好，而且呢，观众的反应。他接受访问的时候，后面有个人走过。他就不经意缩了一下，看来他是一个自我保护意识很强的人，所以一有人经过，立刻引起他的警惕。OK， 我们看看中间这个。那时候 Emily 还跟那坏蛋谈得很开心啊，一定是邓仲轩装正经，争取 Emily 的信任。他们还有说有笑，邓仲轩还拍了 Emily 2下 ，Emily 并没有反抗。在他们接近1个小时的谈话里面 ，Emily 做了3次这个动作。小莹，你应该很熟悉这个动作。啊，这个不知道。这个动作，巧莹不会跟我做的。李贤，巧莹有没有跟你做过这个动作？好像有吧，没什么印象。我见过，巧莹经常对着我做的。这个动作呢，意思是很在意你怎么看的，他想你看到他最好的一面。也是用来吸引异性的一种行为。这样好点没有？对了，就是这样。大家看完有什么感觉？妈的，我的脚有点骚啊！巧莹做可能好看点儿。那普通社交场合呢，不会出现这种动作。我可以说，这是色诱的行为。大家再看看这段片子。姚 Sir， 这段片子我们看过了。是，但是我们看漏了一样很重要一点。Emily 自己也想不到，有个镜头拍到了一块镜子里，她在笑。在 Miracle Bar 里面，她也不抗拒，现在笑。其实她是愿意的。所以这案子的受害者不是 Emily， 而是邓仲轩。带 Emily 回来。Yes sir。你这样牺牲自己的身体，是不是真的只为了钱呢？目的只有一个，就是报仇。邓仲轩这种人渣根本就不配在这个世界上生存。你竟然憎恨到告不了他强奸，宁愿亲手杀死他。他一定伤害了你最亲的人。那天在医院，你以为我们走了，
我看回病房，看见你拿着项链，你在笑，好像很兴奋。你那么开心笑，是因为你以为可以骗了全世界，你以为邓仲轩一定要坐牢，你以为你能够为林爱琪报仇。你们到底什么关系？他被人强奸之后，因为看不开，于是冲出马路自杀。你是有计划的回来为他报仇的，是不是？不是，我姐姐不是自杀的，她是被邓仲轩害死的，她是被邓仲轩那个坏蛋害死的。你说她是你姐姐？我看过资料，你们不是同一个姓，她也没有提过有个妹妹。我在澳门出生，小时候爸爸就死了，一直以来都是我跟妈咪相依为命。我也以为我妈咪就是我这个世界上唯一的亲人，直到她死的那一天，我才知道，原来不是这样。Emily， 你是？我是你姐姐。姐姐？我没有姐姐。我是你同母异父的姐姐。什么？妈咪临死之前叫我要好好照顾你。现在这个世界上，你就是我唯一的亲人，我也是你唯一的亲人。妈咪和弟弟在一起之前，曾经结过婚，还生了姐姐。自从那天之后，我就跟姐姐相依为命。我姐姐很好，辛辛苦苦赚钱供我去英国上大学。她做妈的很忙的，但是每年暑假都宁愿推掉工作来英国陪我。我毕业那年，有一天我接到姐姐的电话，她说被邓仲轩那个坏蛋强奸了。她说她很害怕，不知道怎么办。我告诉她别害怕，一定要报警抓那个坏蛋。过了几天，我跟姐姐在网上见面。Emily， 我好怕，我被人恐吓。恐吓？发生什么事啊？刚才有人打来，警告我，叫我别再乱说话，还说叫我上街小心点，知道我住在哪儿。一定是邓仲轩那个坏蛋，他怕你告他，所以找人来吓你。一定是他。姐姐，你不用怕他，我回来陪你。你一定要出庭指证那个坏蛋，绝对不能让他脱罪啊！不要，你快要毕业了，别影响你学业，我能搞定他。姐姐，你要坚强一点，一定不能让那个坏蛋逍遥法外啊！我最后一次跟我姐姐通电话，她说她被人跟踪，很害怕，还经常收到一些没人说话的电话。她经常都提心吊胆，很害怕，我怕她出事。我姐姐说，如果她有事的话，一定是邓仲轩做的。之后，我就在网上看见一段新闻，说我姐姐交通意外死了。你们警方说是交通意外，但是我不信，我肯定不是意外，一定是邓仲轩那个坏蛋杀人灭口啊！所以你就处心积虑，毕业之后回香港进娱乐圈，目的就是接近邓仲轩，帮你姐姐报仇。我要邓仲轩这个坏蛋身败名裂，为他做过的事付出代价。其实你已经差不多达到目的了，邓仲轩已经身败名裂，婚也结不成，全世界的人都相信你同情你，为什么你还要弄断钢丝，让自己受伤呢？钢丝不是我弄断的，是邓仲轩干的。他想整死我，他怕我告他，告到坐牢啊，所以要像杀死我姐姐一样啊。你说那条钢丝不是你弄的？我有亲眼看着邓仲轩死，只要他没死，我一定不会让自己有事的。人家看得起我。对了，你经常跟钱素芬合作，是不是跟她很熟啊？以前很熟，不过20多年没见面了。钱素芬那么漂亮，当年是不是有很多人追她？阿 Sir， 漂亮女人谁都想追啊。那么坤叔，你有没有追过她？以前的事还提她干什么？到底有没有？那么漂亮的女人，
哎，谁看见都会追了。不过人家怎么会看得上我这个穷鬼呢？后来她嫁了个有钱人做少奶奶。对了，你们问这些干什么？坤叔啊，你认不认识钱素芬的儿子邓仲轩啊？仲轩，认识，很小就见过他了。我们这批老演员偶尔会聚会一下。邓仲轩3年前被人告强奸。啊？有这种事吗？是啊，但是没多久，那女孩发生了交通意外，被辆车撞死了，而开车的司机就是你。你们不说，我都不知道那女孩跟邓家有关系。唉，那次意外，那个女孩死了呢，到现在我的心还不舒服。不过警察已经查清楚了，那次意外是那个女孩不小心过马路撞死，不关我的事。你们现在不是想翻案吧？我们觉得有点巧合。对了，星期五那天，你在停车场那里救了邓仲轩，你当时很勇敢。勇敢什么？我看见那女孩拿着刀捅那个男人，那时很危险，谁看见也会救人嘛，是吧？那不一定，我就不会了，连性命都不顾，拼命抓着刀直流血呀！我真是第一次见。我仗着自己曾经练过功，一个女孩子很容易对付的啊，没想到她疯了似的。呵，坤叔，为什么你那天会在医院出现呢？去看钱素芬，你们还有联络吗？看她，有10几年没见了。哎，年纪大，机器坏。最近我心脏有点不舒服，有个老朋友介绍个心脏科医生给我看，碰巧就是那所医院，那我就去了。谁知道到了，忽然想起有急事要做，我就准备走了。到了停车场就碰上那件事。那间是出了名的富豪医院，收费很贵的。难道不看病啊？会死人的。那个医生叫什么？好像姓李的。我记得有一次，他给我买了辆遥控车在公园玩，当时我很小，那辆遥控车冲出了马路，于是我就跑出去捡它。那辆小货车迎面开来，爸爸连命都不顾扑出来救我，那一刻我还记得很清楚。3年前，模特林爱琪被车撞死了。我们怀疑这宗车祸不是普通的交通意外，而是宗谋杀案。凶手的名字叫洪坤。Madam， 你找我来跟我说这些事，为什么呢？我们查过，洪坤应该是受人指使，案子的主谋应该另有其人。你们把我叫来说这件事给我听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呢？我已经跟你们说过了，我一直都没跟他联络过，而且我跟他并不是太熟。邓太太，当年林爱琪报警说被你儿子强奸，12天之后，他很离奇的被车撞死了，而开车的那位司机是你很多年前的一位好朋友，你不觉得奇怪吗？有证据不抓艾米丽坐牢，却3天2头来烦我，你们是不是没事干？我不是说那宗，是另外一宗。3年前你涉嫌强奸林爱琪，她报警没多久之后就被车撞死了。我们找到新证据，怀疑她是被人谋杀的。关我什么事啊？你是不是说我谋杀她的？如果是的话，就抓我啊！认识他吗？不认识。他叫洪坤，是你妈以前拍戏的搭档。3年前你出事的时候，他跟你妈说过，有办法叫那个女人闭嘴。爸爸救儿子是本能反应。那天我在停车场看见你冲出来救邓仲轩，使我想起当年我爸爸救我，一样是连命都不顾。阿孙儿，你说了半天不知道你说什么，我很忙的，我没空。废车场那儿有很多活等着我做，我什么时候可以走？孙儿，你跟邓正轩到底是什么关系？能有什么关系？他是阔少爷，我是穷鬼，什么关系啊？没关系。你连自己的命都不顾，冲出去救他，跟我说没关系。坤叔，你别耍我了。人跟动物一样，遇到危险的时候，第一个反应是全身僵硬，第二个反应是逃避，
而你呢，你却冲出去用身体挡着刀，这个行为根本就是一种本能的反应。不可啊！给你喝。干嘛抓我来这里啊？香港改法律了，去公厕撒尿也要抓啊？去公厕撒尿当然不会抓了，去公厕里拿枪，你说抓不抓？你哪只眼睛看到我拿枪？双手放头上，慢慢出来，慢点。哇塞儿，我真的去厕所撒尿啊！你们别冤枉我啊！那个公厕有那么多格，哪格你都不去，光是去最后那格。前几格太脏了，所以就去最后那格了。最后那格也不是太干净啊。我看哪格都差不多，到了最后那格，难道再走回去啊？你进了那格足足有10几秒，我们拉开门的时候，你裤子没脱，手正放在水箱盖上，撒尿是这样吗？阿 Sir， 我进去划了一下吧，一划呢就扶着水箱喽。你撒谎，你说话的时候不停地挠脖子，这个动作就叫做自我安抚。那一模一样，你很紧张，怕我们会揭穿你在说谎，是不是？脖子痒当然要挠挠啦。这个就叫冻结行为。这本书里说，人在说谎的时候会限制自己的脚的动作。哎，一模一样，你看，怎么样？说吧，手为什么放在水箱盖上呀？阿 Sir， 我都说了，我进去一滑，手就扶着水箱了。他进去多久啊？10几秒。10几秒后才滑，之前你干什么呢？当时一进去，拉链太紧，你知道吗？那么拉链紧，我都一拉就失去平衡，失去平衡我就扶着水箱了。又在撒谎。人在说谎的时候呢，眼睛会看向左上方，因为用右脑在编故事，左脑才是记忆。怎么样，说不说？阿 Sir， 我不知道你说什么，什么左脑右脑？嘿，你想想吧。哎，师兄。哦，好，谢谢你 ，Thank you。先生，对不起啊，错怪你了。你不是去厕所拿枪。嘿呀，阿 Sir， 我说了我是无辜的。这样好了，嘿，我们刚刚查过了，那把枪射出的来福线跟2个钟头前旺角一宗劫案的弹头吻合。啊！劫匪开了3枪，杀死了1个8级保安员，所以我们不是怀疑你去拿枪，而是你杀完人、抢劫完之后，想把枪藏在水箱里面，准备坐牢吧？不，阿 Sir， 不关我的事，我没抢劫杀人啊，我只是收了人家2000块去拿那把枪啊。阿 Sir， 我真的没抢劫杀人啊！行了，冷静点，坐下吧。请。莫特，你去哪儿啊？莫特，你又叼什么死鸟啊？阿 Sir， 开始我以为他叼了死鸟呢，后来再一看，原来是根手指，吓死我了！我再往那边一看，有具尸体在那边呢。死者身上没有身份证和钱包，左手的手腕有损伤，怀疑是被人抢劫手表的时候弄伤的。鞋和裤子都被脱了，像是偷渡客做的。这种季节，死者应该穿着外套，就是凶手连他外套都拿走了。无名指上有明显的戒指痕迹，可能凶手想拿走他的戒指，所以把手指切下来。这么看，偷渡客犯案的机会很大。这个山上以前也发生过有偷渡客出没和抢劫承运客，死者很可能是承运的受遇害。不过没有证件和手机，要确认死者的身份可能要花点时间。我看未必，一个这么整齐清洁的老人，连眼镜也是名牌的，他家里人很快就会来找他的。大家看看周围有什么证据，仔细一点。Yes, sir. 有人扎营。警察，站住！你看着他。
还跑！分手我来。别动，好好点。阿西，不行就别死撑了啊。医生叫他住院，他又不肯。姚 Sir， 这是小问题，不用住院的，没问题的。你自己看情况好了啊。这次你们俩辛苦了啊。我们现在总结一下手头上查到的资料，跟你的推测完全一样。死者家庭环境不错，今天晨运过了时间还没有回家，家里人觉得可疑，于是报警。他们已经来认尸了，也确认了死者的身份。死者王振宇，67岁，是一位商人，专门回大陆炒卖名画和发掘一些没出名的画家。最近几年大陆的炒画风气旺盛，所以他赚了不少钱。不过他为人低调，算是一个隐形富豪。死者有一个老婆，一个儿子，一个女儿。他老婆3年前死了，而死者本人生前跟儿子、儿媳妇和孙子一起住，女儿在外面住。每天早上6点，他都会去晨运。法医检查完之后证实死者是失血过多致死，时间是今天早上6点到8点之间，尸体没有任何被虐待过或挣扎过的痕迹，而左手无名指是死了之后才被刀切断的。查过死者的银行记录，在今天早上7点32分，有人曾经用死者的银行提款卡取钱，不过因为按错了密码，所以拿不到钱。很可能呢，是王振宇晨运的时候被2个偷渡客抢劫，他们逼他说出提款卡的密码，他可能太害怕或者想骗他们，所以说了个错误的密码。之后他们一个看着他，一个去取钱，可是取不到钱。回来之后一怒之下杀了王振宇，还把他手指切下来，抢走他的财物。表面看来很有可能。2个偷渡客我们抓住了，我们先过去跟他们聊一聊。姚 Sir， 我去吧。你辛苦了，让我来吧。画被人偷了，就是你藏的。好，你们不要耍赖了。王小姐，有幅画不见了是吗？对，我有幅画不见了，是周淮河的《千江画夜图》。那幅画不是你的，是爸爸的。那幅画是属于我和爸爸的，现在爸爸不在了，那幅画是不是属于我的？爸爸的东西不是你的，爸爸没说过他留下的东西是给你的。那幅画是整个系列，花叶13幅，少了一幅影响很大，你知不知道？我明白，你们怕我回来拿回属于我自己的东西吗？所以就藏起来了。谁藏起来了？爸爸大部分画都放在书房里，一眼就看见了。我们哪里有偷啊？这里是我们的家，我们怎么会偷自己的东西啊？哼 ，sorry 啊，这里不是你家，这里是我爸爸家，你们是搬来住的。爸爸的东西我也有份的。公公的遗嘱到现在还没有宣读，遗产怎么分配大家还不知道。对啊，所以你更加无权藏那幅画，立刻把画给我拿出来啊！拿什么画？我怎么知道画在哪？怎么拿？冷静一点，画丢这件事，我们有同事会跟进的 ，OK？ 王小姐，我们有另一个案子，想请你去警局协助调查。王小姐，我们查过，在王振宇先生出事那天，你并没有扭伤脚，为什么你要说谎？我每天都会陪我爸爸晨运吗？谁知道那天我没有陪他，他就出事了。我怕你们怀疑我，就顺口说扭到脚了。你没扭伤脚，为什么不陪他晨运？因为我很累，所以就不陪他晨运了。我警告你，如果你再隐瞒事实的话，我们可以告你给假口供。OK。因为出事之前那天，我跟我爸爸吵了一架，所以我就不去了。吵什么架？因为生意方面的事情，我跟他作风越来越不同，他越来越保守，我真不知道他到底在想什么。明明那些话是很有升值潜力的，他就左考虑右考虑，就是迟迟不肯出手。我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。就是因为生意方面的事吵架。是，我不同意他这么保守，我想挖掘一些新晋的画家，炒起他们，但是我爸爸他不同意，我就自己在外面开了新的画廊了。谁知道在出事之前那一天啊，被我爸爸发现，他当场还打了我一个耳光。因为你很生气，所以你杀了他。我当然没有啦，他是我爸爸，我怎么会杀了他？我跟他吵完架之后，我还跟我的新搭档去了广州。我爸爸出事那天，我还在广州啊。王小姐，虽然你有不在场证据，但是不可以证明你跟这件事无关。你可以买凶杀人。我们查到，在王先生死前和死后，你很急着想看到遗嘱的内容。那份遗产是我应得的，有什么问题啊？为什么是应得的？我是他女儿啊。OK，这
这么多年来，我跟他整个中国到处去，一直跟他一起挖掘一些新的画家，一起去买画，我们赚了很多钱。这些代表什么？是我有眼光吗？他有那么好眼光吗？他眼光好就不会捡那个范小丽回来，他就……你说你嫂子，她也是画家吗？他算是什么画家啊？我们认识他的时候，他还在杭州宾馆画那些50块一幅的水墨画，卖给那些游客而已。我爸爸说觉得他很有天分，所以申请他来香港，谁知道竟然做了我哥哥的老婆，简直疯了！挖掘画家变成挖掘儿媳妇，爸爸的江山啊，有一半是我打回来的。我那个低能大哥他做过什么呀？似乎你很恨你大哥呀。我大哥就算了，但是爸爸对我还不如对外人呢。你说的外人是谁？就是那个神婆玄灵子了。自从2年前他认识那个玄灵子之后，所有事都不同了。就是那个臭三八跑来跟我爸爸说，我克我爸爸跟他八字相冲。从那以后，我爸就对我越来越差。无论我以后怎么样陪他陈韵也好，总之做什么都好，他只觉得我惦记他的财产。其实说心里话，我只希望他能多疼我一点，相信我一点。有一次，我听到爸爸跟那个玄灵子讲电话。玄师傅，关于春晖园那方面呢，多少钱都无所谓啊。我担心爸爸所有的钱都会被他骗光，我也要留点钱给我自己啊，所以我就自己去办画廊了。如果你们真的觉得我有这个杀人动机的话，那个玄灵子呢？骨灰龛那件事，我爸爸一说不做，一说要退股，结果我爸爸就死了。那你们说，到底是我的嫌疑大，还是那个玄灵子嫌疑大啊？老公怎么样？爸爸最喜欢的亲家画也涂没了，算了，回去再说吧，走吧。王太太，请问你上个礼拜3晚上8点至9点左右你在哪儿？我刚才不是跟你们说过了，我老婆整晚跟我在一起，你还问她干什么？我有同事在春晖园看见烧画那个女人的背影很像你。王太太，你不介意的话，能不能转过身来？别把我老婆！你住手！不要啊，老公！不要！放手！把手放开！放手啊！老公，别这样！放手！老公！怎么样？你给打警察！刘 Sir， 有没有跟他袭警？不要啊！别抓我老公，他有病的。公公死了之后，他不肯吃藥才会这么激动。我求求你们不要告他。呢條片幾時拍㗎？點解范小麗好似好驚黃曉東咁嘅？係4年前，黃振宇幫佢個學生范小麗搞嘅一個個人畫展。當時范小麗啱喺大陸落嚟，仲未同黃曉東結婚。黃曉東啲眼神好似想嗒咗范小麗咁。范小麗呢類型邊有男人唔冧㗎？唔係啊，同你咁上下啫嘛。你有冇男人溝你啊？講咩啊？打人嘅喂！同你講咗好多次㗎啦，叫你唔好得罪女人啊嘛。仲要學下黃振宇咁細心，先至受女人歡迎。講緊咩啊？佢幫佢整緊件衫，黃振宇好緊張范小麗，好想佢成才，所以希望佢一絲不苟，唔好失禮人。所以黃振宇死咗，范小麗會好唔開心。咁名貴嘅話都燒俾佢。呢個咪城中首富陳萬有？黃振宇都幾大面喎，連陳萬有都請到嚟。黃振宇一見到陳萬有入嚟，就拖范小麗過去。佢好想幫范小麗造就更多機會，所以佢介紹陳萬有俾范小麗識。咁長輩關心後輩好正常嘅，咩人都成日睇住我啦。就算幾緊張對方，都冇必要拖住佢哋手。你睇下黃振宇嘅笑容。小 Sir， 你意思係佢哋唔止師徒關係咁簡單？兩位請慢用。唔該，黃小姐，我哋今次再嚟係想了解多啲你大哥同大嫂之間嘅關係。同我爸爸嘅事有咩關係？任何線索都對我哋有幫助，希望你合作。 All right，隨便問。
我哋想知道你阿哥同阿嫂結咗婚幾耐？大概4年前左右啦。咁嗰陣時佢哋拍拖拍咗幾耐啊？有幾耐啫？嗰陣時嗰個女人跟阿爸落嚟，阿哥已經對佢搭晒糖啦。冇幾耐，阿爸咪順水推舟切入佢兩個咯。咁你阿哥之前嘅感情生活係點㗎？佢會有咩感情生活啊？我阿哥呢份人成世人都斯斯縮縮咁樣嘅，邊度會有女人溝㗎？我諗如果唔係阿爸，佢女真係可能結唔成婚添。我哋睇過啲資料，你大哥結婚嗰一日都請幾多人㗎喎？係啊，講到尾咪又係我阿爸嘅面子。我阿哥呢個人錢又冇，朋友又唔多，但係結婚嗰日咧都不知幾咁虛冚，喺6星級酒店度減得不特止，仲有大把有錢人爭住要上前恭喜佢。講到尾，所有嘢咪因為我阿爸。你妒忌啊？一講翻呢件事，你好似好唔開心啊？係啊，佢為阿爸做過啲乜嘢啊？但阿爸將所有嘢都俾晒佢喎，連老婆都幫佢娶埋啊！係咪因為佢有躁鬱症，所以識唔到女仔？咁我又點知啫？就算啊，佢真係冇呢個病啊，以佢咁嘅性格，佢娶到個咁靚嘅老婆，都算佢執到啦，係嘛？咁佢哋結婚之後關係點啊？我阿哥咪錫到佢窿咯，咁咪好難怪嘅。冇幾耐佢就已經生咗個時姑定落嚟咯。咁你大嫂咧，對你大哥又點咧？我又唔係佢，我點知啫？你係咪認為以佢咁嘅條件，根本冇可能嫁俾你大哥？都係嘅。咁至少佢一個咁靚嘅女仔，都冇乜可能會想嫁俾我阿哥呢類咁嘅人啩？唔通真係貪佢夠情緒化？姚 Sir，問過打啲保安，佢話黃振宇同范小麗好少一齊出去，就算有都好生分。冇理由㗎，佢哋話展啲關係好好㗎。嗰陣未嫁入皇家啊嘛。咁即係點啊？咁做咗人新抱，好自然會避忌啲㗎。咁就算係避忌啊，都唔使咁有距離嘅。姚 Sir，點解突然間用距離呢兩個字咧？睇下幅相。企得咁開，如沙熟過去。雖然話嫁咗入去皇家做皇家新抱係要避忌啲啫，但係大家始終都係一家人啦。點解要行到離行離辣，好似唔識嘅咁咧？會唔會中間發生咗啲嘢咧？大家有冇諗過啊？嗱，燒咗個千光化業圖，同埋黃振宇喺骨灰龕嗰度起嘅化業亭，有咩拉楞？我知兩個都有化業兩個字咯。啊，化業係用樹葉嘅葉，如果係諧音嘅話，就係業債嘅業。會唔會係黃振宇覺得自己作過好多業，所以佢咁中意千光化業圖，起嗰個亭又用化業呢兩個字咧？咁係咩業咧？殺人放火定奸淫擄掠啊？我問過袁玲子，佢話黃振宇好信任佢，但我估佢都未必知道黃振宇心目中嗰個業係咩業。阿 Madam 啊，你之前咪話見到范小麗燒咗幅千光化業圖嘅，話唔定佢會知道啲嘢喎。Phoenix，查芬，去揾阿范小麗傾下偈。黃太，你老爺黃振宇喺春輝園起咗個亭，個名叫化業亭，點解會改呢個名？老爺出邊嘅事，我唔係好清楚。咁你老爺生前最喜愛嗰幅畫叫《千光化業圖》，點解咁啱又會有化業呢兩個字呢？我諗係巧合嘅啫。化業個業同埋業債個業咁啱又係同音，會唔會係黃振宇有啲心事未了結，或者佢做過一啲好衰嘅嘢，佢覺得個心唔舒服，所以起個亭都要改呢個名？老爺對人好好，佢又點會做啲衰嘢啊？我老爺雖然唔喺度，但我希望你哋唔好詆毀佢。喺4年前你啱嚟香港嘅時候，黃振宇幫你開咗個畫展，佢好照顧你，仲介紹好多佢嘅朋友俾你認識，其中一個係富商陳萬有，啱唔啱啊？我記得有件咁嘅事，嗰陣時全靠老爺我先能夠嚟香港畫畫。嚟咗之後，佢好想我喺畫壇有番作為，所以就盡量介紹啲朋友俾我識。我哋睇得出佢的確好想你成才。黃太，你覺得兩個人喺埋一齊，年齡嘅差距係咪一個好重要嘅考慮因素咧？你點解咁問我？因為我哋睇得出你同黃振宇嘅關係唔係表面睇咁簡單。我好尊敬老爺，老爺亦都好關心我，我哋嘅關係就係咁簡單。Sorry， 或者我應該咁問，黃振宇係咪好似親生女咁樣看待你咧？咁我頭先已經講過，我哋係一家人，佢當我好似女咁看待，有咩咁出奇啫？但係奇就奇在，照你咁講，你哋嘅關係應該好好，但係點解結咗婚之後會變得咁生暴咧？點會啊？我問過你身邊嘅人，佢哋異口同聲都話你哋相處得好客氣。如果唔識你哋嘅人，仲以為你哋係隔籬鄰舍添。我先生份人不嬲都好敏感，同埋又中意疑神疑鬼，所以我哋都會避忌啲。就係咁簡單。
係。我諗今日我哋都差唔多啦，麻煩晒你啊，黃太。冇客氣。雷姐啊，幫我送兩位酒啊。係，兩位呢邊請。呢度之前擺咩㗎？呢度之前擺咗部鋼琴㗎。邊個睇？阿少爺仔嘅咯。老爺咧好錫少爺仔㗎，少爺仔咧話想學琴啊，老爺即刻買部鋼琴俾佢啊。咁有部琴咧？我都覺得奇怪啦，前一排老爺咧又一日翻嚟啊，發晒脾氣咁，仲叫我啊揾人搬走部鋼琴啊，話見到眼冤喎。阿少爺頂唔住頸，咪同老爺嘈咯，嘈到火紅火綠咁啊！係幾耐之前嘅事啊？老爺過身之前冇幾耐咯。其實我都唔知咁多嘢㗎，其他嘢我唔知過嚟，佢會話俾你哋聽。又關佢乜嘢事啊？我阿爸生前嘅時候啊，佢係多多聲氣，而家我阿爸唔喺度啦，佢諗住嚟呢度亂噏廿四啊？咪係咯，賊喊捉賊啊！要揾兇手，佢嫌疑最大啦，係嘛？小常，李師傅到咗。唔阻大家太多時間，可以開始。好講咯老公啊，冷靜啲啊！點冷靜啫？又熄晒燈，個神婆又攞個龜口度搖下搖下。喂，你想點㗎？黃生，其實呢單案已經查咗一段日子，我哋警方都冇咩突破嘅進展，所以任何可以幫到呢單案嘅辦法，我哋都會嘗試。今日請阿袁師傅嚟，係想用占卦嚟幫你阿爸揾出真兇。你哋揾唔到兇手就嚟指呢個神婆？今次要麻煩3位嚟，係因為有至親在場，先更加準確、更加靈驗。有冇咁神奇啊？因為3位係黃生嘅至親，有共同意願，都希望黃生可以沉冤得雪，係咪？姚 Sir， 你請個上司翻嚟求神問卜，我哋差館嚟嘅喎，有運唔差，會唔會唔係咁好啊？係咯，不如唔好揾啲咁嘅嘢嚟搞啦。我哋捉唔到兇手，一樣會俾人質疑我哋警方嘅能力。唔緊要啦，如果真係會捉到個兇手嘅，我唔介意。咁我都冇意見。如果真係揾到兇手，睇住我哋班納稅人啊，攞咗咁多錢嚟養你哋，你而家揾個神婆翻嚟占卜查案，佢呃鬼食豆腐就得，呃唔到我哋嘅。咪係，唔知卜咪算到，你做咩喺度發爛渣啫？求神問卜啊，先破到我，不如叫差館啊，起個頭嚟作法，全部都黐線㗎。老婆走。冇意思啊！咁即係點啊？繼唔繼續啊？如果大家唔誠心，唔會成事。咁算啦，唯有再想個辦法。佢呃鬼食豆腐就得，呃唔到我哋嘅。條友咁大反應，兇手梗係佢啦。如果佢唔係作賊心虛啊，就唔會咁大動作。雖然佢係大反應，但係好突然，一定有啲嘢。秋芬，你開始進步啦，睇嘢唔係就係睇表面。大家睇唔睇到黃曉東發脾氣嘅時候，范小麗做咗咩動作？睇到未？范小麗撩撩黃曉東嘅手臂，呢下動作話俾我哋知，其實黃曉東所作出嘅反應，完全係受制於范小麗，即係話唔想俾人知道個兇手係邊個，就係范小麗。咁范小麗好大可能係兇手。但係撳機攞錢個應該係男人嚟，會唔會係佢兩公婆合謀咧？攞翻提款嘅嗰條片睇睇。Yes sir。
炒粉你雖然進步咗，但係都睇漏咗啲嘢。我都一直以為兇手係男人，因為我哋犯咗先入為主呢個錯，我哋忽略咗樣嘢。忽略咗啲咩啊？烏英啊，你指甲污糟咗。係咩？邊隻啊？阿明，呢度咁長指甲做咩？冇啊，唔好巡啫。睇到嘛？同樣係睇手指甲，但係男性同女性嘅習慣就好唔同。男性咧會好似握住個拳頭咁樣反手睇，而女性咧就會攤開晒手嚟睇。咁點解女仔會有呢個習慣呢？女仔貪靚啊嘛，咁咪要攤晒出嚟欣賞咯。OK， 我哋睇翻片啦。嗱，兇手因為撳機嗰陣整花咗指甲，就係呢個咁自然嘅動作已經出賣咗，其實佢係一個女人。唔通兇手就係范小麗？但我哋冇證據啊嘛。係咪仲有啲咩發現啊？睇認唔認得出嗰個兇手係邊個？都唔知你哋搞幾耐，成日又呢樣又嗰樣。最近有啲狂徒攞住強水上天台掟落街，我諗你哋都聽過。所以我哋警方裝咗好多天眼喺天台，其中有一部拍攝到提兇手離開，同一個男人擦身而過。個男人想執翻張卡俾個兇手，所以我哋覺得呢個男人應該係見過兇手。但係到目前為止，我哋仲未揾到呢個男人嘅下落。從頭先嘅片段，你哋認唔認得出嗰個兇手啊10個男人9個係咁，點認啊？你哋咧 ？Rewind， 你有冇用過呢張卡？張卡咁蒙，點睇啊？咁啊係，不過我哋會用技術將呢個片段放大，然後知道卡裏邊嘅資料，咁就知道真兇。聽住先。